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油料黑坑疯子啊。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是在东莞长安这边，这边叫永盛钓场啊。我们今天的话是钓这个塘里面的鲤鱼。然后今天钓这个塘里面的鲤鱼呢，原因是他昨天放了一批鲤鱼，没有怎么开口，所以呢，我今天过来碰一下运气吧。然后刚好呢，鲤鱼我通常的话是分一个。喜欢用长竿去钓，但是我今天开3.9米的先钓，它因为昨天放的鱼，它新鱼放下去的话，它没那么容易到中间去，会在岸边去钓，或者岸边转。那么它这批新鱼的话，我就会开短竿，然后抽一下散炮去试一下，看一下它吃不吃。如果说它不吃的情况下，我就立马换5.4米，去用摸鱼的方法去摸它老塘鱼，打到塘中间去钓。我们现在呢，先开一下这个饵料啊。这个也是新如意的这个蜀香鲤啊，先搞点基础料，然后蜀香鲤的话，我辅助我就是用大麦红薯膏去勾它的胃。像这个季节呢，鲤科的鱼种，它对一个蜀味的是比较喜爱的，那么我就用大麦红薯膏。那么鲤科的呢，像鲤鱼啊、鲫鱼啊，它们都属于同科的，这个季节都喜欢吃蜀味。大麦红薯膏大概也就是20滴左右。然后的话，甜蛋奶的作用的话，就是去中和一下多种味型产生出来的异味，就是说杂味，可以让饵料的话适口性增加，再加上它本身有奶香味，15滴左右。然后万能药酒，那么酒味的话也是一样的，酒味对于鲤科的鱼种，像鲤鱼啊、鲫鱼啊、裸斑呐，像这些鱼种的话，它们也是比较喜欢酒味的啊。那么万能药酒的话，我也是添加15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然后能量果酸呢，给它也是一样的，点15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说现在入秋了，说天气凉的话也凉，说不凉的话也还行，反正呢，我夏天穿的衣服到现在还没有换，这太阳马上也要出来了。先加水呢，将小药稀释掉，稀释掉之后再快速的将水跟饵料搅拌均匀。然后呢，饵料就开着放在旁边静置一段时间。那么我们再开散炮，它因为我没有带散炮啊，我就用这个原味的就用这个饵料把它做一份散炮出来吧，因为不确定它到底开不开口，所以也不敢说是所以也不敢一下开太多。一样的啊，我的味型是保证一样的。那么这里面就是大麦红薯膏，大麦红薯膏的话2.5毫升。哇，这膏体的东西真不应该放在这杯子里面。2.5毫升。然后甜蛋奶的话也是，甜蛋奶的话就是一个1毫升左右。对，甜蛋奶1毫升。药酒的话也是来个1毫升，差不多
差不多有1.5了。能量果酸的话也是一样，能量果酸也是1.5毫升。那么在这个窝料呢，它的一个量，它就比主料的量要大一些，因为我奉行的就是说浓饮淡调，所以窝料的味型要重一些。哇，差点当饵料一样开了。盘子有点小啊，因为没有钓罗非，所以没带大盘子出来。也是一样的，想要稀释之后呢，快速搅拌均匀，只不过它跟饵料的一个水比有所差异。像它这个散泡的水比呢，我是1比0.4左右去开制，或者1比0.5。饵料的话，我就1比0.7、1比0.8了，这个根据你自己要求的一个状态来定。散泡的话就是多次开，少加水，保证散泡的水分不会说是加多，一下散泡的水分过大。那我们在散泡就开好了，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饵料的，来打一下这个饵料，贴着盘边打。它这里呢，我会把它开出，一开始呢，我不会把它打得太软。那么一开始的饵料我就会简单的打它个10来下左右，然后让它有一些软，让它有一些黏，让它有一些软，然后像这样的话，它散泡的，它这个饵料雾化的就相对来说会大一点，快一点。因为我刚才讲了，它昨天放的是新鱼，所以我钓边我看一下能不能钓到它的一个新鱼，然后等一下我一旦如果发现新鱼不开口的情况下，我去钓它塘里老鱼开长竿的时候，我就会将这份饵料重新给它再打黏一点，尽量去降低它的一个雾化。因为钓新鱼跟钓老鱼的话，对于饵料的一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么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钓吧。我刚刚调的漂呢，调的它的这个目数是大概几目啊？大概有个6目左右。但是现在这个打饵机刚刚关，有点走水，怕不准确。我先去找一下底。我刚才调了6目，是开着养的时候调的，它塘不大，开着养调的我怕不准确，所以我先挂饵料去先找一下底看一下，然后等这个水彻底静下来了之后，我再看一下我的一个实际目数到底是6目还是说是有偏差，然后我们再去调整。有这么深吗？我感觉我这边比你那边深哦。啊。因为它刚关打饵机，我们还需要去找底，还需要先把那个要确定一下这个漂到底调的是几目。基本上现在就到底了，到底有个3目左右，我们就先暂时不管它，3目4目先暂时不管它，等它水彻底定的时候，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自己的一个漂目。中鱼啊！这什么鱼啊？哦，鲤鱼。
个体还可以啊。今天的第一条鱼啊。我刚刚这条鱼呢是在我抛下去前面2竿的时候，我都发现了下面有泡，但是呢没有发现它的一个吃口，接着我第3竿下去，撂竿到底，就感觉呢漂沫呢有一些轻微的晃动，然后我就往回拖了一下，一拖它接着一个顿口就出来了，那么就等于说是这个味型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它吃口是非常干脆的一个顿口，而且我刚才看这个鲤鱼呢也是好，终于。这鲤鱼大了，抓它都不好抓。对，你看，这今天的第2条鱼啊，大了掐都掐不住。没抽，目前还没抽。这个口，它口给的特别重啊，抓了一下，一个大洞口它就出来了。然后今天用的这个线组是 1.5， 主线 1.5， 子线 0.8 的。现在用的是 1.0 的，我刚才看的是 1.0 的。1.5 的主线 ，1.0 的子线，这个浮漂吃铅的话，也大概在一个1.2、1.3 左右的一个样子。水呢，它这里水不是很深，大概也就是在一个1.5米到1.8米左右的一个水深。然后钓的是3.9米的，这个杆子的话是属于现在应该是5H 吧，5.5H， 它的一个钓性已经被我钓软了，因为这是我在夏天的时候钓罗非用的。现在窝子里面呢，我自己能够感觉得到，它窝子里面出现了一个轻微的一些水压但是这一竿呢它没有动作，那么我们这一竿呢就不等它，直接起竿。前面2竿没有带闪炮，所以这一竿我打算试一下带这个闪炮，看它吃不吃。刚好的话，这后面有一个废品厂啊，它有一个废品厂在那里，应该是在那砸废品，所以今天这声音有一点吵。窝子里面有鱼，但是呢没有感觉到，感觉它还是有点怕吧。刚才呢一条是新鱼，一条是老鱼，所以这个闪炮下去可能会对它塘底的这些老鱼呢，让它警惕性比较高。所以现在的一个抉择呢，我们钓的时候一个抉择就是说，不是说一定你开了闪炮就一定要把它用掉。我们的一个目的是这样的，我们出来钓，它肯定是有一个对象鱼，有一个目标鱼的。那么它这里面的话，比如说鲤鱼，它肯定是对象鱼跟目标鱼。那么我们同样要去区分，我是要钓它塘里面的老鱼还是新鱼，因为新鱼跟老鱼的钓法它是不同的。老鱼它会比较相对来说它怕闪炮一些，它怕泡，特别是我们在佛山那边钓的那个鲤鱼，你一旦是闪炮下去，基本上就是没得玩了。那这边它这个新鲤鱼的话，我们还可以下闪炮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你有闪炮，你做窝，你钓了你才能够钓得多一些。钓老鱼我们只能靠摸，所以的话，现在就是看到底是新鱼吃还是老鱼吃。如果新鱼它开口的情况下，那么我们就主攻新鱼，因为新鱼可以做窝，可以抢一波。而老鱼的话，只能没有办法去慢慢的节奏打不快，
慢慢的去摸。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我窝子里面呢，它已经开始出现泡了，但是呢，它不吃。窝子里面你看的浮漂是有晃动，就是有水压，就是说有鱼在，但是它不肯吃，那么就要考虑它是属于大个体的，还是属于小个体的，它是新鱼还是老鱼。如果说是在新鱼的一个情况下，按道理，不会说是出那么多泡它不吃。如果说是，我就现在就担心窝子里面聚的是老鱼。没有，兄弟，他这个麦林今天状态有点不对，状态不对。好，他点了我好久了，一直在点。嗯，没有啊，我只是这一条。嗯，他没有说太快的一个口，就是说会在那里慢慢磨。我都考虑我这个散泡要不要跟。我跟了一杆散泡之后，我就发现我整个口慢了。摸鱼肯定是不敢带啊，但是我现在的话是两个方向嘛。他昨天不是放了新鱼没有怎么开口吗？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开这个3.9米的原因。如果说是我真的是要摸它塘底的一个鱼，我不是开3.9米的，我是开5.4米的。嗯嗯。对，我感觉我整个口变墨迹了好多。你看它现在压我的这么高墨数给我压下去了。动了动了动了，飘动了，不知道。现在呢，我要水彻底没动了，我要来看一下我的一个漂木到底是多少目了。就等于说我这里是7目，7目的话，跟刚才钓的3、4目问题就也不是很大，但是我发现它口比较轻，所以我现在的话把目数再降低一点，然后看一下它动作是不是给的大一些，因为后面打起来的这个鱼啊，感觉它的一个洞口出不来，所以浮漂再往下面撸，再看一下。如果说实在不行，那它口还出不来的一个情况下，我可能会采取钓反目，因为我现在看我的这个窝子里面呢，它不是新鱼，因为新鱼没有这么多的一些衬线，或者说是在那旁边慢慢转悠的
就说那种动作，它给口应该是很干脆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它给我的口是很墨迹，明显是感觉到窝子里面有鱼。你看，它又轻轻给我小点了一下，之后呢，又开始不动。鲮鱼吧，还是什么？188。这竿软了。我就说这外面不可能没有大个体的，没有口啊。那行，把这鱼给小何拍一下。刚刚换了长竿，打的第一尾鱼，第一尾大个体的鲤鱼啊。接着来。小的。我肯定果断换竿了。这条鱼呢，它就是比较伤啊，你看它身上，就是它这个塘底的老鱼。那么换长竿的一个优势呢，就是可以打到它塘底里面的一些比较滑的一些鱼，就是说在旁边。一般的老鱼呢，我们都是这样子的，开长竿去钓，它很多时候呢，它都会慢慢的鱼越钓越靠前，特别是鲤鱼，它老滑鱼啊，大个体的，它钓着钓着呢，它就会往中间扎到中间去了。那么我们长竿这个时候优势就能体现出来，它就很容易去打到大个体的，特别是在我们摸鱼的这种状态，竿子能够开得越长越好。那除非另外一种情况，雨天呐，或者说是夜晚摸边的时候，也能够摸到它大个体的。那么我们常规去钓的话，可以的话把竿子开长一点。我刚才钓那个3.9米已经没口了，换了5.4米的时候打了一条大个体的，然后又接着上这一条，还跑了一条，没打稳。你都还能顶漂的兄弟。那给我吃的挺深的。我去，他给我点，我没打他。对，然后我一直怕是撞线嘛，我一直没动它。对，我怕是它在那里压线撞吧，怕那个鱼把我线带起来，我一直没动它，
一条巨草啊，钓了一条巨草，保守估计1斤半。他抵了我好多下了，一直在那里搞。对，我不想理他。你就当我草鱼是麦林。在水面上。好多在拌水啊，在拌水一直在撞我的线。哎，兄弟，你凭什么都是这个样子？你们为什么都是顶漂的呢？发现了我这个近窝点啊，这刚才短竿的这个窝点，它来泡，它来泡了，所以我长竿那边又没有什么口了，然后我就立马换短竿了，结果第一竿下去打急了，短竿这里来泡了。来了吗？还是只能钓鲤鱼。衣服搞烂我不管，我这人我不能有钓鲤鱼。昨天放的啊。是啊。我才刚开钓啊。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回来。好。不炸你窝，炸谁窝？你又没口。你看换了这个短竿，立马就给我来一口，因为我看到他，我一直在虽然说我在钓长竿，但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短竿的，短竿位置里窝子里面的一个情况。别压我线了。掐都掐不下。你赢了，你赢了。我们先把饵料呀，一样的，跟钓罗非一样的，先不管了，先把饵料先丢下去。他说看到这里在冒泡，我们看一下这条鲤，我一只手掐不住，肥的。它就是刚才呢，我在换长竿之前，我抽了几竿散炮下去，那么它是不会过来吃的，它不吃呢，但是它怕，那散炮是的确把它招来了，怕，
它要等你窝子里面的这个雾化慢慢没了之后呢，它就进窝子里面慢慢吃。所以呢，我就一直在关注我这个短杆的这个位置，一冒泡我就立马回来了。现在呢，这短杆的位置还是有泡的，等于说还有几条鱼在这个窝子里面。长杆的位置呢，我换了短杆，长杆的位置我不敢去抽散泡，因为刚才确定了，我长杆的位置打起来的基本上是属于老鱼，那我如果抽散泡的话，可能会对我不利，等一下换长杆的时候可能会对我不利，所以呢，我长杆的话，我在那里抽了几杆饵料之后呢，我就没有补散泡，那接着就要钓短杆，等一下短杆这边窝子里面几条鱼清完了，我再回长杆的位置，因为鲤鱼它这个东西啊。你在特别是那种摸鱼塘，你们会发现你在一个位置钓了几条鱼之后就会没口，因为这个鱼呢它会怕，它就已经不敢进窝吃了，或者说是它吃它警惕性会出现很高，就会出现反复的火箭口，或者说是慢慢的磨口，就是不给你中鱼的口。所以我们的话就是要么开扇形窝梅花桩窝，或者说是长杆短杆一字窝。那么通过这种方式，在一个窝子里面钓几条鱼之后呢，我们就走，就打到其他的地方去钓，让这个窝子里面让它处于一个平静的状态，等一下再回来钓，去放松它的一个警惕性，然后它会给你的口会给的比较快。我操，这样好吗？你两个？还有个卖的。我连这条一起抄起来。我差点2条一起抄了。来了吧？对吧？那是牛逼。人家鲤鱼。有嘞。把我的窝都搅完了，看我等下怎么报复你。是不是要放个牛逼的音乐出来？那叫什么？这边呢，差不多钓了2个多小时吧，现在开始已经没有什么口了。长杆短杆的切换，时不时摸个1、2条，但是现在呢，几乎说是一动不动了，因为我连衬线的这种口都没有看到了。现在我是用了一个全飞铅的那种传统钓法，甩得出去拖回来，然后去钓打机动口。那么现在就只能说是慢慢去手钓了，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。它本身这个台风天的，它就一直是这样，比较难搞，就看一下现在的话，那个能不能再手它个几条吧。也就是在刚开始来的时候，前1个小时，它的这个鱼口就相对来讲会快一些，然后现在的话就是，整个塘都是很慢，就很少有口吧。我这里起码我半个小时我没动过了，我现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去手钓了。我这里呢，开始一直都没口，全塘没口，然后呢，钓友就建议开养，然后刚好我这位置是正对养鸡的，我5.4米的就完全钓不了了，然后呢是3.9米的位置没口，我就开了4.5米的，来钓，但是呢也是有一点走水，就看到打了养之后这鱼都跳起来了，就不知道它开不开口，活性比较高，就不知道它吃不吃。现在就是走水比较厉害，
我把浮漂呢往上，本身钓个2、3目的，一走水呢，我浮漂往上面推了6、7目左右，才能勉强看得到漂。先这样钓着看吧，看一下这个打氧会不会给带来一波口。我这边的话已经要回鱼了啊，就等于说是他打了氧之后呢，我就钓了一条鱼，钓了一条比较大的鲤鱼，然后就是其他的一条都没有钓到，就是全部前面钓的那这边的话就今天就算是差不多了。整体来讲呢，就等于说是前面来口，后面没口，打了氧的话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，还是说是早一些的那个时候凉一些它有口，到后面呢，后面它太阳稍微出来了一点，又一点风都没有，加上这几天的话它是属于台风天嘛，它这个气压的变化特别大，然后后面这个鱼基本上就没有给动作了，所以今天就到这里了。我们看一下回这个鱼有多少。这边的话条数呢没有多少条，但是呢个体偏大一些。哎呀，这么大就走出来的。全部是这种大个体的，看一下有多少斤啊？28.7，就29斤嘛。对，29斤啊。钓场环境的话挺不错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，现在都回鱼都差不多走了。我就在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上面呢全部都是树，然后这个树的话很容易甩上去。总体来讲呢就是这样的就等于说是反复的，没有说钓一个窝子，就是反复的窝子里面切换，长竿短竿的一个切换，才钓到最后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